今天先把昨天这个秋景的提一下款啊。我们因为画的是这个江边的景色啊，我们可以提这个峡江一类的，或者江边秋色，峡江秋色吧。昨天讲的啊，就是说这边都是云的走向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气口堵上，我们要在这个左上角的位置。峡江秋色，峡江。我们可以提款的时候用这个行书啊，秋色。提稿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画的是小品，字写的不要太大，合适就可以了。写上自己的名字。好，这是一幅完整的作品。我们可以这个把章盖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名字下面就可以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了啊，朋友们大家都到齐了吧？应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老师就要开始讲了啊！点上关注，加上粉丝灯牌，朋友们，新锁进直播间的朋友，那个开始画一个以江边小村庄，以云为主的一个小品啊。我们先安排一下啊，就是说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小品的一个构图啊。我们近处呢以树、小村为主，然后远山，中间呢以云。今天用到的这个毛笔啊，还是对小楷。大家看一下啊，小楷、中楷，对，还有一个这个染水的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染水的毛笔介绍一下啊，稍微大一点的大楷的啊，这是3支毛笔就可以了，都是尖毫的啊，全部是尖毫的毛笔。先用这个把那个我们的毛笔刷干净啊，清水，调墨，大家看一下啊，调淡墨，先画树啊，先画一棵树，调好淡墨，在笔尖的位置啊，我们还要重墨，调一点点重墨。然后先画一颗，大家注意一下啊，画树的时候我们用笔要中锋，用笔要松一些啊，不要太拘谨，一定要放松。
松。树干的时候也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画小树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中锋。中锋用笔。勾完了结构啊，我们树的结构基本上就勾完了，然后在树干的部分稍微加一点村，这样的树给人感觉就是圆的，它不是扁的，对吧？圆的。树也是分的啊，前面的树枝、左边的、右边的，还有后面的树枝，我们都要稍微交代一下。这一棵完整的树，然后调墨啊，调淡墨、重墨。然后用散锋，什么叫散锋啊？大家看一下啊，散锋的意思就是蘸好墨，把这个笔尖的部分啊，我们在这个盘子的这个边沿的部分，把这个毛笔就揉一下啊，轻轻的揉一下，看把这个北风散开让它。我们可以点这个树叶的部分啊，来看一下。点的时候啊，注意啊，我们注意一下都。点的时候不要用手指这个力量，要用手腕的力量，用手腕的力量。也是由上而下，对吧？看，由上而下，有聚有散，有疏有密，是吧？有聚的叶的部分，有散的叶的部分。再调一点水，让那个叶子让它淡下来，让它墨色淡下来。让它淡下来，就是越靠近这个树根的部分，这个叶子墨色越淡。我们密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密一些。我们那个中国话讲究是密不透风，疏可跑马，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一棵树，然后我们再安排这个在左边的位置，再安排一棵稍微小一点的。画树的时候啊，我们两棵树啊也一定要注意有个区分，不要画成一样的形状啊。这个是像这个，我们这个树呢要给它呼应一下啊。
呼应一下，就好像两个人在打招呼啊。对吧？这个右边的树呢向左边，左边的树呢向右边。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在打招呼啊，这叫呼应。我们也要用这个散锋，刚才讲的散锋啊，大墨，加一点的水，大墨，然后北间的部分还是重墨，哎，再来这个我们调色盘这个位置上，再摁一下，揉一下。哎，让这个北间的部分啊，让它散开，这样呢，点头的叶子呢比较活。来看一下点头的叶子形状是不是特别活？这样特别自然，一层一层的，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可以。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梳头的部分可以重一些啊。加一点的水。调稍微淡一点的墨啊，稍微淡一点的。看到大家把这个毛笔揉一下，让它前面的北风的部分啊，让它散开。然后点，让这个叶子的啊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这两个呼应的这个两棵树，哎，左边的这是左边的，要用向右边，右边呢向左边，就是呼应的关系，这是啊。然后再加一棵小的树，这个有规律，点叶子呢也有规律。有的同学问这个叶子有什么规律？当然有规律，这个我们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拿一下这个，对，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我们的叶子，这个尤其散锋点叶的时候啊，一定要也是这个按这个斩三聚五的这个意思去啊，去点。大家看一下啊。我做一下这个单独的示范啊，大家看一下啊。哎，这就是一组，对吧？我们再来一组，就是这3个、5个，对吧？哎，3个，哎，5个，这就是一组。团三聚五啊，对，咱们就是让它呢也是疏密有致的关系，对不对？对对对。斩三聚五啊，哎，这种关系，我们那个平常点那个圆叶的时候，我点过一次啊，以前点过一次，也是这种关系，看到啊，哎，圆的这种点也是这样，
对吧？哎，3个、5个，然后呢，我们可以穿插这3个里边加个5个的，5个里边加个3个的，对吧？是这样的。这种是这个大圆点，这种是撒封的，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撒封的。3句5，大家把这个可以记一下。对。我们为什么就是画出来以后，我们能画出来这个叶子，看上去它更加的丰富，就是错落有致嘛，聚散有致啊，就是传3聚5，你就记住老师刚才讲的，画个3个的，画个5个的，画个3个5个的，哎，这样3个5个3个5个一重叠，我们在画面中的咱们这个画面呢，它就层次感就多了啊。我们再在这个2棵树这个位置，我们要加1棵树破一下，因为是2棵树，给人感觉特别对称啊。然后我们再加1棵小的树，让它关系有个变化。这棵树呢不要大，因为这2棵树是比较高的树，哎，我们要画一个小的树。记住啊，还是由上而下，由左及右，都是这种画法。这画小的树，就是说这是2棵，这1棵。水，清水，调大墨。因为这棵树在这个前面的2棵树的后面，我们点的时候啊，墨色稍微淡一点，就是说多加一点清水啊，多加清水，它的墨色自然就淡下来了。看一下啊，我们还是啊，北方的蘸了墨，在这个盘子里面揉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揉一下，哎，揉一下，哎，把这个北风看了吗？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北风就散开了，再贴近屏幕。对对对，看，揉一下啊，对，揉一下把北风看了吗？它就散开了，哎。然后我们再点叶子，大家看一下，对吧？它自然的这个墨点就有这个丰富的变化，对吧？这就有了变化。然后大墨，继续，我们点这棵树。啊，还是越来越淡。
觉墨色还重的话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清水。大家看一下啊，多加一点清水，还是散封，对吧？还是刚才的动作啊，散封。让这个叶子虚下来，这个墨淡下来。这就是前面的一组树，我们就完成了。下面是我们要画这个山石的部分啊。大墨，调大墨啊，调好。哎，还是在北尖的部分啊，我们要蘸一点重的墨，调一下，哎，重一点的墨。起手还是我们从右边的这个离我们近的石头开始画啊。大家看一下啊，由上而下，这是一组石头啊，后边这又是一组石头。我们来看啊，也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对吧？都是这样的。我们画的时候啊，上面的部分因为是阳光照的部分，我们线条可以稍微的细一点。下面的部分啊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线条稍微要粗一点。可以侧锋，这后边这一组也是这样啊，由上而下，中锋，侧锋。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上面我们上面亮的部分石头啊，都是线条比较细。那个暗部的石头呢，这个线条比较粗一点。您有新买家进线咨询，请尽快回复。稍微这个树后边稍微村一点。这是一组，然后，因为我们要出了这一块是这个，就是台阶的部分，我们要留一下。好，我们画这一组啊。这一组，这是第二组的，也是由上而下，这是我们画的是这个水边的这个坡脚的部分啊，这坡脚的部分。这是一层，我们还要后边再处理一层，让这个树一定要长到这个坡上边，让它这个线条呢，跟树的线条要结合到一块儿啊。
是暗的部分，暗的部分我们要线条稍微重一点啊。看啊，稍微重一点。这里是。这是平台山脚的部分啊，山脚的部分。这是一组树，2组石头，对吧？都出来了。因为是这个是江边的这个景啊，我们可以这个处理一些小的石头，丰富一下。不要刻意的加啊，随意的，我们加2个就可以。调一下弹幕，我们勾一下这个台阶啊，大家看一下啊。1笔。要随意用笔，要轻松啊，不要拘谨。稍微交代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特意的刻画啊。然后后边是再处理一个平台。平台。这样呢，我们主要的前面的部分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要画这个一个点景的建筑啊。点景的建筑，我们换一下毛笔啊，现在换成这个小楷的啊，小楷的，小狼毫就可以，对，小狼毫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小狼毫的，就是我们还是调这个稍微淡一点的墨。稍微的让它干一点啊。勾2个江边的房子啊。先画房顶啊，先画房顶。先画房顶的部分。1、2、3、4，对吧？这就是房顶。双钩啊，大家看一下啊。双钩啊，我们讲的时候啊，这个树呢有双钩和单钩的之分啊。我得换一下毛笔，我得换这中楷的啊，大家看一下啊，用这中楷的。
调好墨。双钩的时候啊，我们也是用这个由上而下啊，因为由上而下的这个结构，你看一下啊，这双钩的，我们要先画这个最上面的一组小枝，然后看到啊，中锋，先画左边的啊，先把左边的这个部分要处理完。来看一下啊。处理完了以后都是中锋啊，我们这个中锋和稍微用一点侧锋，然后呢，顺着这个我们先勾的左边的这个结构线啊，我们要画右边的结构线，大家注意一下，要随着左边的结构线，我们去画右边的结构线啊。我们画右边的，然后我们这是主干，基本上完成了，然后我们再加里边的村，对吧？一加村，然后再一点的加小的树枝。加小枝，对吧？这就是双钩，这种双钩的树的画法。还有一种是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单钩的，就是我们就是一笔的啊。这个位置吧，就是看画这个中间的树啊，和画远处的树的时候，我们不用双钩了就。哎，这画近景时候用双钩用的比较多，中景画我们中景的时候用这个单钩的用的比较多。
话，这个房后边的一组树，我们用比较淡的墨啊。房前有树，房后有树。我们树这个房后边树就用这个单钩的，就不用双钩了啊，因为是后边的树，我们就不用这个双钩。稍微淡一点的。这样呢，前后的树就拉开距离了，对吧？房前房后，我们都要有树。
看一下远山、侧锋、中锋、侧锋。我们用墨的时候，你看大家注意一下，你看调的淡墨、北尖的部分还是重墨，由上而下，自然那个墨色浓淡就出来了，就变化就有了变化。然后这是实的部分，墨重的部分就是实的部分，越画越淡，越画越虚，这就是虚的部分了。这就是虚的部分，我们这个部分要处理成匀。山头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这重墨稍微破一下，让它有个水墨淋漓的一个融合。山有一点难，老师后面会给大家去进行拆解的啊。对，咱们前面已经讲了一点点我们的石头，石头呢我们10分3面，山峰只是石头的一个扩大版，是不是？它是不同的就是形态的石头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扩大版啊。你想画的它结构丰富，就是一个一个10分3面的石头，它们团在一起啊。其实啊，大家看一下啊，我画前面的石头用笔的方式啊，和后边画远山用笔的方式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学会画前面的这个石头，各种石头学会了，远山还有主山也就会了，因为这用笔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用笔用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石头呢变大了，就变成了山。这个画这个现代画的时候，不讲究什么笔法，就是说我们把传统那个各种皴法，我们都可以用到。都可以用到，是传统的什么披麻呀、斧劈、折带，都用到，结合到一块儿了，就是边勾边皴。这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远山，一笔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座远山。我们这个远山就处理好了。下面要画2只小船，因为我们画的是水边的啊，水边。还用刚才点景的啊，点景的这支小楷的勾线的笔，画小船。
小船放到这个，放在什么位置啊？放在这个，这是台阶，我们从家里出来下台阶，我们就可以乘船。先画这个船棚。船棚的位置，然后画我们靠近我们这边的船包，船包就好了，这就是一只船。我们往上挪一点啊，朋友们。然后呢，还要把船用一个撑船的固定上，哎，这就好了。山肯定是要稍微难一点，山水嘛，它主要就是以山和水为这个基础的啊。咱们主要这个里边会给大家去解决我们画山和画水的问题啊，朋友们。画倒影以后，这是水面，代表了水面。下面我们要稍微就是沟村，稍微加一下山石的结构啊，用淡墨、干笔啊。我们经常讲这个沟村擦染点，主要现在我们这个山沟村完成了，下面呢我们要这个进行擦或染的部分啊。
开始的都是勾皴，现在擦和染的部分啊，来看一下啊，我们要染，我们刚才就是皴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山石暗的部分。还要把这个山石亮的部分要留出来，留出我们就是收光的部分，就是我们上颜色的时候这一块是颜色最亮的部分。我们画模稿的时候一定要留出亮的部分，知道哪是亮的部分，哪是这个画面暗的部分。这样感觉是不是石头这个立体感更加强了一些？这个越靠近水面的部分呢，我们墨也要湿一点，因为大家观察一下，到这个水边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水边的，都是越靠近水的部分，那山石的越暗，颜色越深。我们最要擦这个擦染那个山石暗的部分，就我们刚才皴的部分啊，不要这个把这个高光的亮的部分，我们也这个把它这个吃掉了，我们要闪开它。对吧？山石看结构，这个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右边的，我们自然就分开了啊。然后把这个远山、山根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和云接的部分啊，我们也要稍微的加一些。加一些淡墨啊，加深一下啊。要留出这个云的走势啊，就是我们云怎么走，怎么留白，我们山根的部分就怎么加这个淡墨。来看一下啊。现在虽然没有画云啊，但是我们感觉云已经在这个位置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了，就啊。染出云，就是给人感觉啊，云是流动的啊。云是流动的。书后边的位置啊，我们也是有云的啊，有云。我们也要稍微的轻轻的啊，用就是淡墨干笔，轻轻的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啊。然后加一下淡墨，就是在树叶的部分啊，因为树叶要再丰富一下它。
轻轻的淡墨，加深一下叶的部分啊，让它这个树叶的部分密的更密，但是书的部分我们要留出来啊，不要一下全涂成那个，全部涂成那个一个死的啊，要整个的要留出来，我们要心里要留出来，那是最密的。更密一些。对，那是更密的，那是疏的部分，密的不，疏密要有这个，疏密要有这个对比啊。加了一遍淡墨以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刚才这个叶子更湿更润？这果画这个我们画这个水墨画的时候啊，就是以水墨为主，我们要把这个墨上够上透，然后才能上颜色。我们要上第二遍淡墨的时候啊，不要重，稍微淡一点，水分稍微多一点。就是房屋后面的角数啊，我们也要轻轻的用特别淡的淡墨，也要染一下啊。这样呢，我们这个花眼是在这个建筑的部分，这是整个画面最亮的部分。更亮，更亮。对，更亮的部分啊。这就是明暗的对比，互相衬托。然后可以稍微的，我们刚才就是勾皴擦，下边要染，染山石也是加深一下山石的结构啊，也是刚才我们勾皴擦这个部位，我们再稍微染一下。不要染的太多啊，稍微染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那个啊，用淡墨把我们山脚的部分啊，轻轻的染一下啊。这就是整幅画，这是水墨的部分，我们就完成了。那老师刚才这个墨稿呢，又基本上完成了啊，朋友们，大家有啥问题，我们给大家再来讲一下分解的一些内容。刚才这个稍等一下啊，还是刚才那个对，换一个。我看啊，这个画下边的，从下边这个吧，来。再给大家讲石头吧，我觉得大家石头来说有点难度啊，我们再给大家讲讲石头，来。都觉得石头这个比较难，其实，讲透了，实力是特别简单的啊。我给大家做一下石头的示范啊，对，大家看一下啊，画石头的时候啊，注意啊，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用墨调墨，因为我们中国画啊就是以水墨为主的，讲究的是这个用笔和用墨是最讲究的。山难，不难。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山石的啊，画个山石，大家看一下啊。让大家看一下用笔啊，中锋，也是中锋用笔。记着啊，大家画的时候啊，不要一笔勾下来啊，我们要有个线条的搭接。我画一组石头啊，大家看一下啊，从最前面的部分，不是更前面的部分啊，就是靠近我们最近的那一部分啊，比较近，对。也是由上而下，由左及右的啊。这是石头的勾法啊，这是第一步，我们勾，对吧？这是勾。先勾出来它的轮廓。对，勾出它大体的轮廓。用笔是由上而下的啊，对吧？由上，这是由上而下。然后呢，这是勾完了啊。第二步，我们要皴。皴的时候啊，要用侧锋。侧锋。在你勾线的位置，我们去皴。我们去皴一下。这是第二步，所谓的皴。然后第三步呢，我们要擦一下。用什么呢？用淡墨干笔，啊，就是淡墨啊，这就是淡墨干笔。擦的意思是让这个石头呢变得更加苍厚。对，用的是墨汁，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易德哥的墨汁就可以了，瓶装的就可以。
师，谢谢啊，谢谢这个粉丝说的啊，我讲的只是我们最基础的啊，非常基础。非常基础的。这是第四，这是第一步勾皴擦，下边。石头的这个开始就是皴擦、勾皴擦染，染完呢，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点，就代表了山上的苔点、杂草之类的，为了丰富这个石头。这石头的结构，我们不管画这个石头啊，还是画山，都是按这样的笔法去处理。看，大家一看这个石头啊，这是前面的部分，左边的部分，右面的部分，对吧？这就是我们山石处理的方法，就是十分三面，竖分四支，就是山石的结构就是这么区分的。我们画大山的时候也是这样区分的。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画山石的这个笔法、墨法，我们在画这个大山的时候，我们一样用得到，一样是这样的笔法、这样的墨法。那老师继续要染色了，是不是老师？对，要染色了。啊。结构先明白，对，石头明白了，山是啥？山无非是它的结构更丰富，它就不是说一块石头小小的分三面了，它的里边还有一些坑坑洼洼，是不是？那我们无非是在这个石头的现在的这个结构上，我们给它处理的干嘛？更丰富一些，更富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吧，老师现在这块石头给大家再处理一点它的这个结构出来，让它的这个块面更多一点。啊，咱们把这块石头再给它处理的丰富一些。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大的结构里边，我们再出一些小的结构。这样的面更多。这样分出1层、2层、3层、4层、5层，这样结构
就多了。对，你看这样它是不是结构又多了？你把它想象成山顶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继续往下村就可以了。或者它后边还有起伏的，因为山的话，它就是连绵的山脉了。我们在后面再去给它加一个山石的结构，那不是它就是一个层层的一个这个山峰又出来了吗？其实先从石头去理解啊，先把石头理解了，你就记住是10分3面。我们同样画山的时候，也是先去找它的大的块面关系，到里面再去加它的一些小的一些这个错落有致的一些这种块面的结构的变化啊。通过我们的皴擦，刚才老师也给大家去讲了，是不是？那我们画出来以后，这个山它的结构就丰富了啊。我们以后还要涉及到这个石头的大尖小、小尖大，慢慢的我们就会画到山呐、都可。现在我们用到的颜色是现在我们用的是赭石啊。赭石色啊。赭石色主要用到这个，一个是树干的部分，树干，那个小船、台阶，建筑的部分都要用到赭石。我们先用赭石，先勾这个树干啊，先染树干。更新。的染，不要重啊，淡淡的染。这是树干的部分，我们用赭石轻轻的勾染。还有这个台阶、山路台阶的部分啊，也是勾染。小船，小船的部分也是勾染一下。然后注意一下啊，我们要画树叶的部分，点那个树叶的部分要用花青。花青。花青啊，点叶子的部分用花青，淡墨调成一种墨青色啊，墨青色，花青加淡墨调墨青色。青色，也是要点染，不要平涂。不要平涂啊，要点染，让颜色在这个墨的位置稍微的阴出一部分来。稍微阴出一部分来。
我们上颜色的时候，颜色水分稍微大一点，大一点。树叶的部分啊，看，我们用点染的方法啊，染色也分点染、勾染、烘染、平染，分了好多种。我们要根据这个墨色的变化啊。根据墨色的变化，墨重的地方呢，我们颜色稍微深一点；墨色浅的地方呢，我们颜色稍微淡一点。啊，随着墨色的变化，颜色也要变化啊。大家记住老师讲的啊，不要去平涂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是觉得平涂快，省事儿，是不是？上来拿那个大笔刷刷刷平涂上了。你平涂完了以后啊，它就没有咱们的变化了。你看咱们开始画墨稿的时候，墨它也是有颜色变化的。我们现在同样上色啊，也是啊，用点染的方法，这样的话画出来以后，它的层次感会更好一些啊，不要嫌麻烦。我们这个建筑，看一下也是赭石，复勾一下就可以了啊，复勾一下就可以了。在你墨线的位置，用赭石淡淡的勾一下就可以。要留白。昨天我们画的建筑是蓝色的蓝瓦的，今天我们画的是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下面染山石的部分啊，赭石，特别淡的赭石啊，看，特别淡啊，很轻。染上我们山根的部分、山脚的部分。山根的部分，来看一下啊，扔到山根的部分啊。我们石头亮的部分呢，我们要染一点罗青色啊，就是花青、藤黄。看看花青、藤黄，这是一点头绿啊，头绿。我们加到这个调成这个稍微发一点青色的颜色啊，发一点青的颜色。台条我们可以加一点墨，稍微加一点点的墨在里边，啊，一点点，不要太多啊，一点点。
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啊，基本上这种颜色啊。染在石头的上面是吧？对，染石头上面，还是有点绿，稍微再加一点点墨，花青。再加一点花青。我们下边是赭石，上面亮的部分啊，我们要染刚才调的这种，稍微发一点青的绿色啊。稍微一点点的薄薄的上啊。不要上的太厚啊，要特别薄，颜色不要太亮，要淡雅一点。我们调颜色的时候，觉得颜色有点亮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墨在里边，让它颜色沉下来。江边的石头，我们也要稍微点一下，用颜色点一下。水面呢，我们用花青。用花青、淡墨、画一下船的倒影，船的倒影。前半部分我们就处理完成了，现在染后面的啊，后面要有云的地方啊，我们稍微打湿一下，用那个大楷长一点的啊毛笔清水，然后我们要画云的地方啊，只要画到云的地方，我们都要用清水轻轻的湿一下啊。试一下，稍微试一下啊。用我们刚才用到的这个调的这种绿一点的这个颜色啊，就盘子剩的这些颜色啊，轻轻的染一下远山，远山，
因为我们用的墨不是很重啊，我们颜色也不要太重。好，花青，花青淡墨，远山。这儿染云啊，大家看一下染云，也是用那个花青，主要用花青或淡墨啊。看一下啊，花青淡墨。染山根的部分啊，我们刚才淡墨处理的部分，我们就是云，要留。要留出它来。我们伐后面的树丛后面呢，我们也要稍微处理一下啊，不要留得太空，你把它处理成云。处理成云，这样让人感觉我们这个山呢更悠远一些。这样我们山更悠远、更深、更高。山峰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大的一个石头的它的一个变化。它小石头十分三面，我们的结构简单一点。那我们大的山峰呢，在十分三面的基础上，正面、左面、右面，在它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些它的一些结构处理。那我们这个山峰看上去的，它就结构层次更多了，是不是？我们画了一个山峰，我们再去添加后面的山峰啊，继续去添加。老师这个也可以大家再添加一下。
这是前面的山峰，后面的山峰，哎，我们可以再处理右边又一座山峰，完全可以就按前面的山峰这种钩法啊、皴法啊去处理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这是前面的、左边的、右边的这一层层的山就处理出来了，对吧？很简单，这是一层层的山，然后我们可以再加远处的一层，一层山，大家看一下，也是这样的啊。前面的那个我们最近的左边的、右边的，这是前面的、左边的、右边的，大家看一下山脉的走向就出来了。那朋友们，我们就要下播了啊！咱们还有一张券，刚才没有拍到的朋友抓紧去抢拍一下了。刚才咱们朋友们问到的问题啊，画山石树木的基础课，老师正在这2天都在录播中，很快这几天就会给大家去上传我们的这些分解课的内容啊。我们这个课本身是精讲60幅作品，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希望把基础打得更牢靠一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拍课的朋友们，老师给大家去增加的课程内容。直接去拍完以后，这2天就能在我们的这个课时里面就可以随时去查看到了啊。